所以我说，中美在今年不会必有一战，而是说有很多的麻烦。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家门口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道钢铁长城是非常牢固的。网友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前两天呢，我们搞了一个节目，人家给我挖了一个坑啊，说什么呢？说你看啊，这个2021年，美国的这个军舰、飞机不断在我们周边挑衅啊。你比如说，今天来侦察啊，明天来搞个演习啊，还把那个英国的航空母舰也给拉过来了啊。这个台当局呢，也是。就是挟洋自重啊，就是搞这个切香肠似的，搞什么演习，说一些言论，而且美国的这些议员啊，还打擦边球跑到这个台湾，说是搞什么疫情。哎，你看看他老这么弄，那今年呢，会不会就是闹得更凶啊？那这样的话，他老挑衅你，那中国人好欺负的吗？肯定中美必有一战。就问我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？我呢是这样看的。首先呢，就是中美啊不会有一战。为什么我是这样说呢？你看新年伊始，就是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，当然也是合法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，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啊，就是说这个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啊。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个关于核问题的声明呢？因为大家注意一下，这是根据俄乌边境的局势来出台的。因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好像马上就要爆发战争的这个节骨眼上，有4个国家都有直接的利益。为什么呢？美国、英国、法国，对吧？这3个国家可都是北约的呀，都是支持乌克兰的呀。俄罗斯直接是跟他们对立的，所以你看这4个国家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。在对立的情况下，如果爆发冲突不管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，当然一般的战争不会上来就是核战争，而是常规战争吧。常规战争打起来打不赢，比如说这个双方有一方吃亏了，那我看我这个常规战争打不赢了，我就要动用核武器，因为他们都有啊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咱们先签一个协议啊，谁都不要动用核武器啊，就是哪怕发生冲突也不要动用核武器啊。所以我觉得就签这个协议啊，跟这个就是俄乌的关系是直接挂钩的，跟那4个国家呀是直接挂钩的，利益挂钩，就是大家都不要去打核战争，核战争打不赢，也没有赢家。所以你看，那既然这5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协议，也就是说，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核大战啊。咱们讲，无论是这里边的哪2个国家打起来，都是同归于尽啊。我们讲。就即使是英国和俄罗斯打起来，不要说和美国这样的，也是同归于尽。说为什么呢？那俄罗斯的核武器占了45%，这个英国的核武器只占3%，怎么是同归于尽呢？你要知道，这个英国的核武器全在潜艇里边，这个365天全在海上值班啊。那你想想，如果他把核武器全打出来，俄罗斯受得了吗？对不对？几十个城市没有了。那这国家是不是也就不再存在了呢？对吧？那当然，英国的这个土地面积更小，那可能也是完蛋。所以我讲是同归于尽，打不赢。那么我们再看，如果中美之间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话，如果打核战争的话，是不是也是同归于尽呢？显然这个结果也是同归于尽。所以核战争打不赢，没有赢家。那中美之间不可能发生核战争，发生核战争就是同归于尽呢。所以这个可以排除在外了。就是核战争。那么我们讲打常规战争，说美国老在中国周边挑衅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今年挑衅可能更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制定了一个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。太平洋威慑计划是什么？在中国的一岛链，或者是说俄罗斯这个方向的一岛链以内，美国要保持军力的绝对优势。那我们看了，美国要保持军队的绝对优势，它得有钱支撑啊，对吧？得有装备啊。所以五角大楼向国会要多少钱？51亿美元。到了五角大楼那儿，就是五角大楼报上去这个方案以后到了国会那儿，国会说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因为我对付的是2个大国，一个是俄罗斯，一个是中国。我的武器装备少了，我的这个力量弱了，他们怕吗？我能保持优势吗？好，国会不但批了51亿美元，还增加了20亿，70亿了。
所以你说，美国的五角大楼有了钱，那到我们周边的这些军事演习和军事上的这种抵近侦察能少得了吗？有支撑了，所以你看着今年它一定不会少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在我们的周边不会发生常规战争，为什么呢？你看看啊，从二战结束以后，美国在就是亚洲地区发动了几场战争，朝鲜战争打赢了吗？没打赢。越南战争打赢了吗？没打赢。阿富汗战争打赢了吗？没打赢。都是在亚洲，都是在我们的周边，一场没打赢。哎，朝鲜、越南、阿富汗这样的国家，你常规战争都打不赢，跟中国这样的国家，你去打常规战争，你能打赢吗？肯定也打不赢啊。那我们就讲了，那常规战争打不赢，他还打干什么呀？那死人去啊，去给其他的国家，给日本、给台湾当炮灰去，这不可能啊。所以我们讲，美国他在常规战争上并不希望和中国发生迎头对撞，那这问题就来了，干什么？就是挑拨你周边的国家，比如说日本，或者是台湾地区啊，或者是菲律宾，或者是越南等等啊，包括韩国啊，拿这些国家来当美国的马前卒，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。你只要跟中国作对，我就给你钱，哎，就是搞这手。所以我说，中美在今年不会必有一战，而是说有很多的麻烦，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家门口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道钢铁长城是非常牢固的。不要说啊，就是台风，就是你海啸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所以大家安安稳稳坐在家里包饺子，过好年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